是什么力量控制着太阳系中的行星，让它们基本上处于同一个平面？地球一直围绕着太阳公转，我们将其公转的轨道平面称为黄道面。有意思的是，除了地球以外，太阳系中的其他行星的公转轨道平面与黄道面相差无几，即使是倾斜度最大的水星，也只不过差了7度左右。那么到底是什么力量控制着太阳系中的行星，让它们基本上同处于一个平面呢？这就需要从太阳系的演化来讲起。根据现代星云说，我们的太阳系诞生于一团由气体以及弥散状态的尘埃组成的星云，其主要成分为氢和氦，除此之外还含有少量的其他元素以及甲烷、水、氨等物质，这被称为太阳星云。在大约46亿年前，太阳星云受到了某种外力的扰动，星云的引力平衡被打破，在此之后就开始发生坍塌。在引力的作用下，其中的气体和尘埃一边相互碰撞和吸击，一边向星云的质心移动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虽然单个粒子的运动轨迹是杂乱的，但是由于大量粒子的相互碰撞，不可能刚好抵消整个的角动量，因此星云中的大团粒子就必须会在某个方向上产生静角动量，进而在这个方向上围绕着星云的质心旋转。同样的道理，太阳星云这个整体也会在某个方向上产生静角动量并开始旋转。在3维的空间坐标系中，太阳星云的这种整体旋转被定在了一个固定的平面。为了方便讨论，我们可以将这个平面称之为赤道面。很明显，此时星云中的物质并不是全部位于赤道面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星云中的物质运动轨迹就可以分为2种情况。第一种是物质的运动轨道就在赤道面上，第二种则是物质的运动轨道与赤道面存在着倾角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运行在这种轨道上面的物质就会在赤道面上下穿行。在赤道面上下穿行的时候，就会与其他轨道上的物质发生碰撞，同时还伴有引力作用，从而使物质垂直于赤道面的运动分量被不断的削弱，其结果就是将太阳星云的扁平化。随着坍塌过程的持续，太阳星云的体积不断的收缩，由于角动量守恒，太阳星云的旋转速度就会越来越快，就像是花样滑冰运动员在旋转时收起了手臂。与此同时，坍塌还使星云的物质密度逐渐增大，引力的作用也因此而越来越明显，这无疑加速了太阳星云扁平化的进程。也就是说，太阳星云的坍塌是趋向于扁平化的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太阳首先在星云的质心形成，它占据了整个太阳系大约 99.86% 的质量，其余的物质则在太阳周围形成了一个类似圆盘形的结构，这被称为圆形星盘，而太阳系中的所有行星都诞生于此。由此我们可以看到，其实是太阳星云的角动量控制着太阳系中的行星，让它们基本上处于一个平面。听到这里，可能有人会说了，几十亿年前的事情谁都不知道，科学家似乎可以随便推测，反正现在也没有办法去证实。其实不然，这是因为虽然我们目前没有办法回到46亿年前去亲眼见证太阳系的诞生，但是在浩瀚的宇宙中，可以说处于任何演化阶段的恒星系，我们现在都能够找得到。所以我们只需要对那些处于演化初期的恒星系进行观测，就可以对上述理论进行验证。除此之外，天文学家还观测到了不少类似的恒星系，比如阿塔卡马毫米亚毫米波阵列望远镜观测到了20个圆形星盘。尽管这些处于演化初期的恒星系的形状存在着一定的差异，但是它们总体上都与现代星云说所描述的一致。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据此推测出，太阳系的形成过程也同样如此。